哎，大家伙早喽！8月3号星期一，新的一周。今天跑有氧配速，刚才过来3公里，平均4分30。我差不多，其实我跑到4分45就可以。今天就打算10公里左右的有氧就结束。这现在必须得接水喝水，所以就停一下。那我们继续。有氧跑和轻松跑的区别的界限是随着马拉松成绩的提高而越来越分明的。比方说，现在如果是4小时半的跑者，其实他只要跑，基本上都会落在有氧区间，因为轻松跑就剩下走路了。对于我来说，大家翻昨天的节目，昨天那个5分20多配速的半马，那就是纯轻松跑。看今天现在4分20多，这就是我有氧区间的中线，我可以再慢一点。我认为有氧跑和轻松跑对于我这个水平的选手，或者您在马拉松跑进3个半小时以后，是有区分的。有氧跑会刺激心肺，轻松跑像昨天那种不刺激心肺，那种就是让你维持一个运动的状态，让你的肌肉适应一直在跑步。而且昨天那种轻松跑，在这个季节，反而肌肉的消耗，整个人的消耗会比较大，更多的是那种慢跑的支撑和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太好语言完全能说清楚。而像今天这种，就感觉是在跑步了。就是你这次跑完以后，你的心肺我觉得心肺能力不是靠有氧训练来明显加强的，有氧训练是让你的心肺能力维持住稳步上升，真的往上拉是靠阈值，靠间歇。瘦，好瘦啊！这种有氧跑是找到你强度课和轻松跑之间的那个感觉，让身体不要一直不是特快就是特慢就好了。因为夏天的训练安排，就是昨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训练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比方说今天连续2天都是一个21公里的轻松跑，很慢的，第一心理的折磨比较大，第二是身体的收益没有那么大。但是为什么说要训练自己？不是说以前我不知道，以前我也能体会到，但是我不舍得那个跑量，因为今天最多也就是10来公里。但是如果今天是个轻松跑，这又是一个半马，还有强度课，上公里4分28。你看现在我一周差不多3次，那无疑就是牺牲跑量，就看舍不舍得。我那时候堆跑量500公里1个月的时候，不光堆跑量，我还堆半马次数。那时候1个月10多个半马，就单次距离呀，有点沉迷。刚沉迷的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需要单次距离和总跑量。再往后想提升，就要有取舍。当然了，我也明白，再往后，就如果我真的还能再往后的话，那就需要都有了，这得又多又快了，这也没办法。有小伙伴问夏天训练先保什么？我觉得先保质量，然后保数量，最后才是保形式。质量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强弱有度。数量就是如果今天比方说你定了5个1公里没跑完，就按速度下，按那个要求的配速跑不完了。但是呢，你可以把距离跑完。最差才是什么都不要。我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的基础是，我认为负荷是固定的，就是这1个月你整体的负荷应该差不多，不管是用快跑做的短时间大负荷，还是说用轻松跑做的长时间
哦，说错了，不是大负荷啊，是大负荷率，就跟功率一样，你做的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快跑300瓦，慢跑200瓦，那就是同样时间做的功不一样。但是你保证这一个月你的总功、总的负荷差不多。现在所有的手表平台都可以记长期负荷、短期负荷，这一周的多少，还有这一周平台推荐给你多少。按这个到夏天会比较准，但是这个现在很难，到夏天也会下降的，肯定会下降的。它是一个，但是它得是一个缓慢的趋势，就你的长期负荷的变化应该很慢，就对了。还有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现在增加了更多的强度训练之后，总负荷其实是下降的，因为一堂强度课，比方像上周六那12个400，那一堂强度课的总负荷是没有我出来跑一个半马总负荷高的，会差一点点，差的不多。这就是转变过程中的牺牲和阵痛。就像我积累跑量的时候，我刚开始把跑量提到400的时候，1个月的时候还好，就是强度课没耽误，完全没耽误，所以整体负荷一直在涨，就说明那个时候那个跑量对我来说，其实我早就应该慢慢提。到500公里1个月的时候，开始变差的，当时就是跑量的负荷带来的太多了，跑量负荷带来太多之后，强度课自然而然就少了，强度就低了，看上去总负荷没变，甚至变多了，但是训练效果变差了，这就是一个适应过程。那个时候是跑量变多，强度变少，现在是强度变多，跑量变少，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选择，但是不可能说你一直都不变，或者是到这阶段你一直适应不了。如果我现在一直适应不了，那就说明我可能就到这儿了，或者我的做法有些地方没做好。现在是一个适应期，选择这样做的原因是我的下一场比赛是一场半马，2个月后还有整整2个月，10月4号。所以这2个月先保速度，因为半马的21公里，像对我们这种选手来说是不存在耐力问题的，只存在速度耐力问题。如果上升到全马，我觉得到全马赛前的2个月我还要调整训练。现在这样的话，强度太多，跑量太少，就很多普通爱好者，就包括我也是，到最后的35到40这5公里，还是会因为耐力问题掉速。周六直播的时候，跟观众们分享去年北马的5公里分段数据来着，我一看掉的不明显，但还是掉了。如果少掉一点的话，就还有进步空间。我要能找到，我现在贴屏幕上。可以，现在的状态感觉也可以，4分10几，4分20，150多的心率。还有就是心率这个指标记下来就行了，看也行，但是不拿它作为参考标准。就是你的训练是跑配速是优先的。这儿说的训练就是您是以成绩为目标的跑者，健身或者缓解基础病那就算了，这是另一回事儿。我一会儿倒喝水，喝水继续。小伙伴们，8月3号星期一，新的一周训练结束，13公里的有氧跑，平均配速4分22，平均心率153，可以，达到目标，差不多。其实很多小伙伴们说，夏天心率会升高，是的，但是如果您相信我的话，我们就按配速来跑。为什么说按配速来跑？因为你只要目标是为了马拉松比赛取得一个
您希望的成绩，并且身体健康成年人按配速跑是没问题的，因为你不管心肺负荷还是身体因为温度的负荷高和低，你都是在同样的强度下，只不过同样的强度，冬天跟夏天的配速不一样就是了，就不需要看着心率去调整配速，而是找那个体感。就比方说我们跑间歇，就全力冲，你可能发现夏天冲比冬天冲慢10秒，慢10秒就慢10秒，全力了就好。这个话题看看明天咱们聊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有氧跑和轻松跑。越是高水平的选手，有氧跑就越来没有那么的重要，而更多的是轻松跑，就是这两个的比例应该是轻松跑多，有氧跑少。但是有氧跑要跑出质量，我今天这个配速、这个天气、这个状态，我的质量就不错。甚至说在夏天的时候，你跑你的有氧会稍微够着一点点上边那块的速度，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夏天安排这种有氧跑，时间还会过得快一点，反而对高水平选手来说轻松一些。好吧，我这件背心干得太慢了，都已经呼死了。这是去年神户马拉松博览会买的，这件就是好看，真的挺好看的。好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